拉姆西，爱好精神研究。男孩名叫乔纳，是拉姆西的助手和灵媒。乔纳可以跟死去的人进行对话，人们慕名而来。有人希望能和死去的亲人交谈，有人则惦记着家里的遗产。过程中，拉姆西意外地发现，乔纳不仅能和死人沟通，还能制造出一种神秘的原生性物质——元气。通灵时，元气不断从乔纳的七窍中涌出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胶状物。拉姆西在他的殡仪馆里举办了无数次降临会，然而有一次通灵后，拉姆西和4位参与者离奇死亡，乔纳则神秘失踪，再也没出现过。30年后，还发生了更诡异的事情。人们扩建高速公路时，发现100座坟墓里都是空的，没有尸体，棺材里装的都是沙袋，是拉姆西偷走了尸体。为了搞清楚，马特再次寻求牧师的帮助。从牧师口中得知，这是一种邪恶的巫术——御尸术，通过控制死人的遗物来获取力量。刻符文是把灵魂封印在尸体中，割掉眼皮是让灵魂永远不得安息。拉姆西之所以这么做，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化乔纳的通灵能力。牧师推测，那些消失的尸体应该还在老房子附近。牧师拉起玛丽与马特的手，想为得不到解脱的亡灵超度。万万没想到，马特再次感知乔纳进入了他的身体，两人合二为一，重回当年的降临会现场。这时莎拉找了过来，面对陌生的牧师，他很警惕。牧师表示，这个房子不干净，里面有已经死去也有没完全死去的东西，他想要的正是你的儿子马特。可是莎拉相信科学，认为牧师一派胡言，生气地把他赶出了家门。可是当晚又发生了怪事儿，睡梦中的玛丽被一群小鸟吵醒，紧接着床底下似乎有什么动静，没等玛丽看清楚，烧焦的鬼魂突然出现，吓得玛丽一激灵，可再一看，他又消失了，床下也恢复了平静。莎拉这边听到床边有声音，她还以为是丈夫，开灯一看，竟闪现一具刻满符文的男尸。更要命的是，深更半夜，皮特喝醉酒回到家，莫名其妙发酒疯，说家里的灯全开着，太费电。怕吓到孩子，莎拉带着孩子待在卧室，可没想到皮特直接卸掉房间里的灯泡，连台灯都拿走了。莎拉终于无法忍受，出去和皮特理论。虽然支撑一个家庭很辛苦，但这样做实在太幼稚。今晚是满月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孩子们渐渐有了睡意。然而还没睡着，就被一阵怪声吵醒。随后没有灯泡的灯竟然亮了，房子里似乎有股强大的能量。眼见为实，莎拉不得不相信牧师所说，连夜把对方请回家中。不愧是专业的，牧师拿出10字架磁铁，在房子里寻找怨气最重的地方。如果怨灵死于非命，或者死的时候带有极大的怨气、恐惧或者其他强烈的情感，他就不会轻易的去往阴间。房子之所以闹鬼，正是因为有灵魂困在此处。来到马特的卧室，牧师和他一样看到了那个烧焦的鬼魂。牧师对见鬼的解释是，两人身体都很虚弱，像莎拉这种身体强健的人是看不到的。一番操作后，牧师终于确定困住怨灵的正是焚尸炉。他劝说怨灵离开，可对方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甚至关上了炉门，怎么打都打不开。牧师只能到墙的另一侧寻找通道，必须要把怨灵的遗物带出老房子，才能化解危机。与此同时，怨灵也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一步步靠近马特。在怨灵的操控下，房子里怪响频发。牧师顺利发现另一条通道，并且在焚尸炉里找到了遗骸以及骨灰。幸运的是，没等怨灵伤害马特，牧师已经率先一步走出房子，所有怪现象也随即停止。牧师带着怨灵的遗物离开，所有人都以为重获安宁，可事情似乎并没有结束。牧师刚离开，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怪诞事件再度上演。马特一觉睡醒，发现身上写满触目惊心的符文，赶紧叫来救护车。然而在医院，马特又见到了烧焦的鬼魂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马特竟然流下了眼泪。牧师这边也不太平，后视镜里他也看到了烧焦的鬼魂，惊慌之际差点发生车祸。看到怨灵的一瞬间，牧师和马特一样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烧焦的鬼魂就是乔纳。出事的那场通灵会上，乔纳体内的元气失控，杀死现场包括拉姆西在内的所有人。
为了躲避召唤出来的怨灵，乔娜躲进焚尸炉，结果却被大火活活烧死。乔娜之所以留在房子里，是想用自己的力量释放这些怨灵，因为乔娜知道，如果没有她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可没想到，牧师阴差阳错把她带了出来。老房子里真正的怨灵们显然要更加肆无忌惮了。果不其然，玛丽咬下一口美味的苹果，谁知里面竟已经烂透。打开冰箱，明明今天才刚买的食物，却莫名的发霉腐烂。明白一切的牧师打电话过来，提醒莎拉一家赶紧离开这栋房子，否则会有性命之忧。然而唯一在家的玛丽却在洗澡，根本没听到电话铃响。刚洗完澡，玛丽也差点出事，她被浴帘紧紧包裹，透不过气，差点领了盒饭。医院这边，医生告诉莎拉，马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很可能挺不过今晚。莎拉夫妇绝望地来到病房，却发现马特不知何时破窗而逃。为了拯救家人，马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，他拿着斧头回到老房子，要和里面的怨灵拼命。玛丽误以为马特着了魔，赶紧让孩子们躲起来。直到马特将斧头劈向墙壁，玛丽才明白过来。很快，墙壁里的尸体露出了脸。马特将玛丽和弟弟妹妹赶出房间，他要独自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一下两下，密密麻麻的尸体不断从墙壁里滚落下来。原来拉姆西把偷来的所有尸体藏在了地下室的墙壁里，几乎每一面墙都满满当当。马特点燃火柴焚烧了尸体，但他自己也困在原地。怨灵出现，将他团团包围。就在马特要被带走时，莎拉冒死闯进陷入火海的地下室，将马特抱在怀中。可火势太大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地下室都会坍塌。莎拉吟诵着圣经中的经文，希望怨灵得以解脱，而她自己也做好了和马特一起赴死的准备。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，伟大且充满光辉的母爱竟然真的能抚平怨灵的伤痕，他们自愿离开了房子。危难之际，消防员终于赶到，母子俩得救了。马特在昏迷的时候见到了乔娜，她已经恢复成生前的模样。可能是莎拉抱住马特念圣经的时候，乔娜就在马特的身体里，她也被莎拉的爱围绕的缘故吧。故事最后，马特的癌症得到了治愈，这是命运对他的善良和莎拉无私母爱的馈赠。大火过后，老房子得以重建，并再次对外出售。此后住在里面的人再也没遇到过恐怖事件。影片给人的感觉十分特别，对爱的诠释值得赞美。母亲念圣经解脱怨灵的设定也比大部分恐怖片的结局更合理更共情。世间哪有什么真神佛，唯爱才是永恒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